在这个灵性觉醒的时代，我们周围充斥着无数的教导与资讯，仿佛每个人都在为我们指引一条修行的道路。然而，这些无尽的声音，这些无时无刻不在的刺激，却往往让我们感到迷茫。无数的情绪与状态被我们标签化，使我们视之为不该存在、必须避开的事物。恐惧、悲伤、焦虑，这些情绪仿佛成为我们心灵的敌人，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将它们完全驱除。但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们是否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呢？其实，恐惧并不是我们需要躲避的敌人，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。每当感受到恐惧，不妨就让自己感受它，不要急着将它压抑或忽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恐惧，他会过得怎样呢？会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存在吗？还是会变得不知所措，甚至迷失自己呢？恐惧，正如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，提醒我们哪些是需要谨慎的领域，也警示着我们向哪些挑战迈步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正是这份恐惧带给了我们成长的契机。悲伤同样如此，这是我们生命中自然的情感，它并非罪过，也不一定需要被放下。或许我们认为悲伤是消极的，必须立刻克服，但不妨让自己在悲伤中停留一会。没有经历过悲伤的生命，会懂得如何珍惜快乐吗？当大地没有经历过雨水的滋润，它是否还能孕育生机呢？如果悲伤能教会我们感知生命的脆弱，那它的存在又有何不可？每当面对困境或挑战时，我们往往会感到痛苦，并希望逃离这些情绪与感受。就像那句话所说，烫手的水自然就放下了。有时，事实上我们并非不愿放下，而是因为水还不够烫，我们尚未准备好。当我们终于准备好了，放下就会变得自然而然。我们的内心与宇宙一样，总是有一种动态的平衡，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需要马上解决，反而是在经历过这些情绪后，我们才会逐步领悟到其中的深意。我们不必急着让情绪过去，也不必强迫自己隐藏它们，让它们存在，让自己在这些情绪中学习成长。就像每一颗种子都要经历寒冬的冷冽，才能绽放出最美的花朵。在这过程中，宇宙的吸引力法则无时无刻都在作用，它吸引我们所处的每一个情境与经历，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，都是我们灵性成长的养分。在这一切的背后，隐藏的是我们对能量的掌握。能量并不是抽象的，它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，是我们吸引事物的力量。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时，我们的能量场便会吸引更多的相似频率，这使我们的生活充斥着更多的挑战与困难。然而，当我们选择与这些情绪和谐共处，并从中获得智慧，我们的能量场便会改变，吸引来的是更为积极和有建设性的事物。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，从每天清晨醒来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在塑造我们的一天。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情绪，会深刻影响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与行动。如果能够在清晨的时候调整好自己的能量，我们便为接下来的一天奠定了基础。这不仅仅是关于积极的思考，而是将我们的内在状态与我们所渴望的未来对齐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能量与我们的目标同步。因此，当我们面对恐惧时，让自己感受它，并在其中找寻智慧。当我们面对悲伤时，让自己经历它，并在其中发现生命的深度。我们不必试图抑制这些情绪，它们不会成为我们的阻碍，相反，它们是宇宙赐予的礼物，引领我们进入更深的领悟和成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是与宇宙的能量相互呼应的。
我们的每一个情感，每一个想法，都在与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互动，塑造着我们的现实。当我们选择以爱与智慧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，我们的能量场便会吸引来更多的爱与智慧。而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，最终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变化。在我们生活的这一刻，所经历的并非总是我们所期望的那般美好与梦幻，并非如童话故事中的彩虹和独角兽般的完美无瑕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现实中的挑战、挫折和难以预测的际遇，正在成为我们心灵成长的催化剂，推动着我们进行一场新的革命。或许，这场革命并非外界所认为的轰轰烈烈，而是悄无声息地发生在我们内心深处。这场新的革命让我们能够用更宽容的眼光看待自己，也让我们逐渐放下对过去所犯错误或不足的执着。每一次的挫败和迷茫，反而成为我们看到内在真正力量的机会。当我们放下对结果的焦虑，反而能够更加真诚地面对每一个挑战，将它们视为成长的契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逐渐意识到自己本来就完整无缺，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，都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都值得被爱，值得被尊重与接受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宇宙的奥秘似乎逐渐展开。吸引力法则的概念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切发生的关键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多么渴望改变，这一切都始于我们的思想与情感。宇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回应着我们的内心波动。我们的内在世界深深影响着我们所经历的现实。当我们的心灵充满恐惧与不安，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困难和挑战；而当我们的心灵充满信念、爱与希望，我们就会吸引到生命中的正向能量，吸引到那些让我们成长、让我们喜悦的经历。这一切的转变，并非一蹴而就，也并非一种神秘的外力，而是我们内在的觉醒。随着对吸引力法则的认识日渐深刻，我们开始发现，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情感，都是一个种子。当我们专注于希望的方向，这些种子就会在宇宙的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。反之，当我们长时间沉浸在负面情绪与自我怀疑中，这些负面情绪也将在我们的现实中结出果实。然而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内心。当我们能够以感激的心态对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，即使它看似是挑战或困难，这些挑战将不再是障碍，而是一条通向自我成长的道路。感激能帮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面的经历与机会上，而非困境与失败。它是一个开关，帮助我们改变思维的频率，将我们的内在与宇宙的能量场对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自己一直都是完整的。我们不必等到外界的认可，也不必等待某种遥远的目标达成，才觉得自己值得爱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接受自己，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。我们的每一面都值得被爱，值得被看见。我们的不足与不完美，是我们成长的见证，是我们不断蜕变的证明。而当我们开始放下对完美的追求，宽容地对待自己时，我们的内心便会逐渐敞开。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奇迹。在这个宇宙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承载着无限的可能性与力量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当我们学会欣赏自己，接纳自己，我们便能轻松地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场挑战，并在挑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接纳生命的所有际遇，并非意味着我们放弃追求更好的未来，
而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当下拥有平静与从容。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，它们都是生命的一部分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站。我们不再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信心，也不会因为短暂的成功而过于骄傲。因为我们明白，这一切都是新的革命的一部分，都是通向真我、通向更高自我的必经之路。这样的心境会让我们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，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。我们不再怀疑自己的价值，也不再以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。我们学会了从内心出发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并以坚定的步伐走向那条充满爱与希望的未来。这场新的革命将带领我们走向无限的可能性，让我们在宇宙的浩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我们不再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，而是那股无形的力量，将一切所需的美好与丰盛吸引到自己的生活中。每一天，我们都在用新的力量创造着属于我们的现实，并将它展现给世界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宽容地对待自己，并感激地看见每一场新的革命，因为这些革命正在带领我们走向最真实、最丰盛的自己。有时候，心中总会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重，那份重担仿佛笼罩在胸口，让人无法呼吸，却又无法确定它来自何方。这不是由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或困难引起的，而是一种隐约存在的感觉，一种渐渐累积的负担。当我们试着去理解这份沉重，或许会发现，这是一个由无数微小的声音组成的重量。这些声音并不高昂，也不显眼，像是一些被忽略的小事，细小到几乎不值得一提。这些细微的声音是无数次的内心叹息，沉默的期望，不曾说出口的情感。它们像沙子一般悄悄地塞进了我们的心灵。每一粒沙子都那么微小，以至于我们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在。它们并不直接造成伤害，但每一粒沙都足够让我们的心灵感到不安。就像穿着沙子的球鞋，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它带来的轻微不适，但却无法立刻消除。这些沙子尽管微小，却逐渐累积，并开始影响我们的每一个行动、每一个情绪，让我们无法轻松地前行。我们总是告诉自己，这些沙子太小，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被它们困扰。它们似乎微不足道，甚至不值得一提。于是，我们选择忽略，选择把它们留在心中，让它们慢慢堆积。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，这些沙粒不断累加，甚至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。每一个微小的声音，每一个轻微的情绪，似乎都成为了生活的背景音，逐渐融入了我们的日常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再也无法忽视它们，甚至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力，仿佛整个世界的重担都压在了我们的肩上。这样的状态，我们往往认为是生活的常态，是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的现实。看着周围的人，我们不禁觉得，还有许多人过着比自己更困难的生活。他们面对的挑战似乎远远超过了自己所经历的那些小事。这些人仿佛每一步都需要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艰难与挑战。而我们呢？我们的困扰也许仅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像是沙子一般的存在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或许真正的困难并不总是来自那些巨大的山丘。想要找到一座山丘，比找到一粒沙子似乎更容易。或许我们并不需要跨越那么多的高山，所谓的困难也许并不总是那么宏大。或许我们的人生只是需要学会正视那些被忽略的沙粒，学会停下来，
把那些困扰我们的微小问题一个个处理掉，而不是让它们累积成为无法承受的重担。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给自己一些空间，去聆听那些细微的声音，去感受那些被遗忘的情绪，去认识这些微小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或许像沙子一样细小，甚至看似无足轻重，但它们却隐藏着需要疗愈的力量。当我们愿意去看见这些微小的情感，去面对这些被忽略的部分，或许心中的沉重就能够慢慢释放，让我们重新找回那份轻盈与自由。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运行着一种叫做吸引力法则的力量。这是一个宇宙的法则，根据这个法则，我们所接收到的能量会根据我们的思维和情绪而改变。当我们专注于负面情绪，当我们总是对生活中的困难和不满感到沮丧时，我们的能量场会不断吸引更多的困难，更多的沉重。而相反，当我们学会正视自己的内心，去接纳那些微小的被忽略的部分，我们的能量场也会开始转变，吸引来更多正向的改变。或许这就是宇宙的智慧。当我们开始学会聆听内心的声音，当我们开始处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开始改变。这不仅仅是针对困难的回应，更是对自我疗愈的过程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，并且在这片浩瀚的宇宙中，我们的心灵就像一颗微小的沙粒，虽然微不足道，却拥有无限的力量。当我们愿意正视自己的内心，当我们愿意接纳那些小小的、不完美的部分，宇宙也会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帮助我们释放那些沉重的情绪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轻盈。有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学会将鞋子脱掉，把那颗沙粒抖出来，就能够重新找回平静与力量。这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改变，不需要翻越高山，只需要一个轻轻的行动，一个温柔的开始。当我们开始这样对待自己时，世界的重担就会变得不再那么沉重，心灵也会逐渐恢复轻盈。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。每一天，我们都在显化生命的故事，但往往未曾注意到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或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：当一个问题或愿望出现时，似乎只有奋力追逐才能得到答案。或许某些时候你会觉得生命中的一切都在你之外，无论你多么努力的付出，总感觉缺少什么东西。这种状态常常让我们感到无力。也许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。追逐、拼搏、努力一直是我们习惯的方式，仿佛所有的渴望都必须通过不断的追逐来获得。然而，这种方式往往带来的是更多的焦虑与疲惫，却少有真正的满足与平静。当我们一直向外寻求，忘记了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时，往往难以感受到生命的丰盈。然而，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一个简单的转变。当我学会了吸引而非追逐，我开始发现，生命中的一切其实都由我所创造，源于我内在的转变。当我与宇宙的频率对齐，当我学会放下不必要的执着与焦虑，我开始吸引那些与我内在和谐共鸣的事物。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甚至有时过程中充满了挑战和不安。但当我渐渐理解到吸引力法则的真正奥秘是来自内在的时候，生命中的一切开始改变。正如那句简单却充满智慧的话语 I don't chase, I attract。 它深深植入了我的心中，成为了我人生的指导原则。
它提醒着我，当我停止无止境的追逐，并专注于内心的调整与平衡时，所渴望的事物自然会向我而来。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宇宙力量的显现。吸引力法则并非神秘的力量，而是一种自然的宇宙法则。它的核心是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创造现实的能力。当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内在力量，并学会与宇宙的频率对齐，我们便能吸引到那些真正符合我们心愿的事物。不再是无止境的追求，而是从内在的调整出发，让我们的能量与宇宙的能量达到共振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发现向内看、向内探寻成为了关键。当我开始关注自己内心的信念，并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不断的反思和练习，我逐渐找回了那份属于自己的力量。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，但每一次的努力，每一次的调整，都让我更加接近内心的平静与力量。你或许会问，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？它如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？事实上，吸引力法则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，而是一种日常实践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情感，每一个选择，都是我们创造现实的种子。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，我们的信念、情感和行为，都在不断地显化着我们的世界。或许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。当我们被焦虑、恐惧、愤怒所困扰时，我们无意中将这些负面的情绪与能量投射到外界，并吸引到更多的负面经历。然而，当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能量频率，开始专注于积极的信念和情感，我们的生活也开始出现改变。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空谈，而是深刻的心灵觉醒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最关键的便是学会放手。放手不再追逐，放手不再过度控制，放手不再让恐惧与焦虑支配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放手，当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，我们才能真正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回应。这是一种内在的信任，是对宇宙、对自己、对人生的深刻信任。当你开始改变自己的信念，开始调整自己的能量，你会发现宇宙自然会给你回应。这回应或许是外在的，或许是内心的，但它始终会出现。当你开始放下焦虑和恐惧，当你开始吸引而非追逐，宇宙将向你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可能性，让你的人生充满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的一个深刻道理是，我们所拥有的信念才是真正塑造我们现实的力量。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信念，都是我们创造现实的种子。当我们改变这些信念，我们也在改变我们所经历的世界。它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转变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但它终将带来深刻的变化。当我学会吸引，而不是追逐，我开始感受到那份平静与力量。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，都成为了一种丰富的经历，每一个挑战，都成为了成长的机会。当我停止无止境的追逐，当我开始专注于内心的成长与变化，我发现宇宙在每一个时刻都在回应着我，并且在每一个瞬间都带来着无限的可能性。这一切的关键其实就在于我们自己。当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，当我们学会与宇宙的频率共振，当我们开始吸引而非追逐，我们便能创造一个充满丰盈与平静的生活。这是一个从内在开始的旅程，一个关于信念、能量与宇宙的美丽交响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